最新的消息出来，叶伦终于是可以去中国大陆访问了呀！这个最新消息确认说，这个月的6号到9号之间，他要启动他的访华行程哦。那也是今年初这个中美关系这个恶化以来之后呢，美国内阁官员的第2次的访问中国大陆哦。那这是说他是讲基于拜登致力于这个推动的目标，要深化全球前2大经济体之间的沟通，稳定双边的关系哦，也尽量就减少在意见分歧的时候所出的一些风险哦。所以美国的财政部发言人就讲说，叶伦将与中方的高官哦，还有美国主要的一些企业来会面，讨论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这些经济关系。那看起来这个布林肯前脚才走嘛，叶伦7月6号的访华，与新的领导班子要来重建这些联系哦。他就说有新一批的这个领导人啊，必须要互相了解一下。那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叶伦的来访，也就是评论上面社群上面的评论都是讲说啊，他跟布林肯不一样啊，这个叶伦啊，他是比较好像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稍微就是比起布林肯是好了一些哦，所以看起来这反弹的力道也没那么大。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的学者阿尔登，他提到了，他说美国显然是试图为着这个经济关系的恶化设下一些底线，叶伦之行可能会在较低层次重新开始稳定的接触模式哦。那现在美国已经从支持脱钩的程度上的模棱两可，转变为明确采取去风险的战略。美国的财政部官员提到说，其实又不预期这一次访问会取得重大的突破，但目的是跟中方建立长期的沟通管道，又开始要来打这个预防针哦。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本周的拜登经济学，他讲说，现在经济衰退即将要消失哦，因为拜登经济学正在起作用，有个计划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来扭转局势。叶伦也跟着附和说，现在美国的经济其实比很多人你们都在唱衰啦，这个比起你们预期的美国的经济是更加有韧性哦。因为这1年来听到很多美国即将陷入衰退的一些预测，但事实证明美国的经济比你们想象中来得好。那感觉上面是不是画完大饼之后，转向可能要赶快又要跟中方来讨论谈一谈哦，是不是这个美债啊，或是相关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另外看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CIA 的局长哦，试图就是与中国，他提到啦，就是说跟中国脱钩是一个愚蠢的做法。长达8页的演讲稿当中啊，他一共提到了19次的 China。他说美国必须尝试让供应链更多元化，但不是脱离像中方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哦，这个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中国大陆它是他觉得啦，唯一打算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那而且它拥有越来越多经济、外交、军事跟技术上面的力量，所以更不能跟中国大陆脱钩哦。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中方当然对于这个美国卡脖子的事情，特别是在科技上面的一些这种卡脖子已经成为他们全民大家都要站起来，就是为着这件事情要跟美国来对抗哦。那这1、2天在网络上面流传的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国科大的校长有提到这个芯片之母他其实到了80多岁都仍然坚守在这个芯片的研发岗位上面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让这个校长听得都有点哽咽，我们来听听。不久前刚刚离开我们的微电子所研究员黄令仪老师，为了解决国家芯片卡脖子问题，年近80依然坚守在龙芯研发中心。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干祖国身上的耻辱。每次想到这句话，我都泪流满面。好，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这一位校长周琦他都讲到哽咽，然后甚至还中断了一下子他就讲到的这一位这个芯片之母，中国大陆的这个龙芯之母黄令仪他是80多岁，仍然都在第一线但是他在今年的时候离开了，所以他说他的这个等于遗愿就是最大的心愿是这个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那同时，这个校长也在这样的毕业典礼上头传达了这样的一个愿望，其实也代表了中国大陆对
对于美国现在你不断在这个科技上面在卡脖子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感觉这是一个他们扣在身上的耻辱，但是呢，他们要把这些耻辱全部的擦掉。那现在可以看出来，像是这个荷兰呢，艾斯摩尔他们接下来的半导体的出口管制也在9月份要生效。中国大陆当然是非常的反弹啊，就想说你这是在损害全球的供应链的稳定哦。而且艾斯摩尔其实他们现在的股价也应声下挫，那所以可以看出来，你自己要去限制别人的时候，这绝对会有一个反馈的一个力道，可能会反到自己身上来。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一个新消息哦，就是大陆也研发了首颗用 AI 全自动设计的 CPU 晶片哦，5个小时可以生成这样的一个启蒙1号，这是大陆的中科院计算所所设计出来这样的一个启蒙1号的一个晶片。他说这个训练过程呢，不用5个小时就能够达到这个将近99.9999%的这个验证测试的一个准确性，所以他们在这个晶片上面也是快速的希望能够突破，然后不要再被美国这样子一直卡着脖子，好像都得要低声下气的。我们来问一下亮哥的看法。这个叶伦还去蛮多天的7月6号到9号不像布林肯只去2天。他这个当然是有点例行的，就是说双方的经济首席幕僚总要见面吧，对这个全球经济的形势啦、财政啦、货币啦，这个互相交流一下基本看法，这样以便对他们未来会有一些经济的作为嘛不过我觉得，如果叶伦真的要有所突破了虽然大家不是那么乐观叶伦有一件事他可以完全权力在他手上，就是把对中国贸易战的关税取消这完全是他的权利而且拜登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主张贺锦丽也是，叶伦也是，那就这2年卡住了嘛，对不对？不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叶伦要决定怎么做了，因为目前传出了这个人行前副行长朱明他就丢这个议题，请叶伦参考虽然我觉得机会不大了，因为拜登在选举不过这个就是叶伦可以做的事情。尤其是你如果有求于人家，因为他即将发行美债嘛，那你希望人家多少买一点，那你不示好，你叫人家怎么弄对，就好比说你军方希望跟人家恢复交流，那你李尚福的制裁你不取消，你怎么弄对不对？这同样的逻辑啦。对，还有比如说，他是不是也要想确认一下中美经贸的第1阶段协议可不可以继续往前走？因为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有答应嘛，说要买农产品等等嘛，可是因为后来科技战就开打了，就停了所以当你科技战，你是不是也要做一些选择啦？取消某些项目我认为如果叶伦都不能够有一些动作啦，主动表达善意那我看他要有具体的成果也相当困难，可能也就是开会这样沟通一下意见这样就像那个苏立文跟王毅布林肯跟秦刚然后他再跟那个何立峰就不断沟通，坦率而真诚的沟通，然后后面再加一点有点建设性这样，大概都这一类那事实上坦白讲，现在都已经到了那个关键点上了，就是你拜登是不是真的要有所获了？这个坦白讲一念之间7月6号就快到了现在都7月3号了这个就看拜登的决心因为拜登最近常常游走到看不到的地方这样因为最近氛围非常糟糕了比如说荷兰那个阿斯麦尔要对不对连 DUV 你都要管你如果连 DUV 都要管，不只是 EUV 我们讲光刻机啦，对，你就是要全面打压人家的半导体产业这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如果美国连这一点都没想通那中美真的是很难有未来了赖老师，我觉得美国目前评估叶伦去中国大陆经过这么多天的访问4天的访问，认为突破的成效并不大。这个应该是属于比较理性客观的一个分析了因为这也放出一个讯息，就是说叶伦要让的地方可能也不多，那中国要让的地方也不多，因为攻防战已经开始了。叶伦首先他说我来有谈3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负责任的管理
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中方已经回应了，就说责任在你，中美关系今天这么紧张，这责任在你，也不是我，所以你把这笔账要先算清楚。那也就是说，是你的认知发生错误，所以今天中美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仗已经在打了。那也就是他们释放出一个信息说，我要负责任的管理，好像就是说，这个全世界上我美国人是最负责任的。中国说，对不起啊，我这个锅我不背，锅是你自己造成的。那你看，这个第一个仗已经开打，那结果已经出来了。接着他要说，那对于我们彼此之间关切的领域要直接沟通。那一方面叶伦也在收集讯息，那也在听看看中国有没有变化。那关切的领域就是，例如说科技战，刚刚这个半导体，这个郑亮说到半导体的科技战的问题，中国当然关切嘛。那关税的问题，中国当然关切嘛。那也就是说，在关切的程度有没有改变？我觉得一方面叶伦也在收集情报，也在收集资讯，然后要做下一阶段的一个研判跟分析。那彼此之间，如果他感受到中方有在示弱，或者中方有在软化，或者哪个领域可以打，再把那个领域再扩大，或是再加强对那个领域的极限施压，都有可能。所以现在第二个阶段就是进入一个对于彼此之间关切领域的这个部分里面，到底要他的美国的战略是什么？收集资料，然后再猛打，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中方在这个部分里面也要小心谨慎。也就是说，我在多谈些什么的时候，就会让你知道我在乎什么。我越在乎什么，我就会越谈什么，然后会让美国充分掌握到说，你的罩门在哪里，你的软肋在哪里。所以我要在你的罩门跟软肋的地方，我挡得再狠一点，挡得再凶一点，看你会不会屈服。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彼此之间也都在做这个情报战，也在做这个攻防。那美国当然他要表面说，我的经济韧性很大，我没有问题，所以我来的时候我的姿态是很高，是吗？如果你的姿态很高，你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就不需要来嘛。那你要来就是要有求于我嘛。所以我觉得中方在这个部分里面，对于美方就是说摆出那个强大的姿态，说我们的韧性很好，就业情况很好，经济发展很好，所以那如果都很好，你就不要来。你要来，我就告诉你，你根本不好。我觉得可以直接跟他回过去，你根本不好。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黄丽仪这个确实是让我们感动，因为我们衰弱过几百年，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整个衰弱，然后西方甚至日本人到我们中国来，毫无忌惮、毫无顾忌的侵略我们、欺负我们，我觉得这个耻辱受够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要站起来，而且呢，要告诉他们，我们不再被欺负。我觉得怎么样不再被欺负，最主要是自己要够强大。好，郑老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叶伦本身，他既当过联准会的主席，又担任过现在的财务总长，所以说他本身的话呢，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哈，就是我们通常说 G2 讲到中美之间的话呢，我们在讲的不是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国家的整体评估，而强调的是主要是他们的经济实力。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实力两国的话呢，虽然中国跟美国性质上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确在量体来讲是世界前2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做出一个比较大的判断，就是说，叶伦这次能够到美国，刚好7月份的话呢，这6月18、19是布林肯，他那个是小菜一碟啊，叶伦这边极有可能是主菜了。那他们最后这个拉出来的大宴席，大概是拜登要到中国去这个事情，因为拜登比较急了。因为确实要在竞选的过程当中，要对这个国际的关系上要有所交代，这个是第一点的然后这个，因为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呢，态度上不会指望中国会跑到美国去因为中国基本上的话呢，这个态度上看得很明显。那国防部长这边问题是卡在这个制裁的问题嘛，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发展。所以说这个叶伦本身呢，它具有的象征意义很重要。那再者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两者之间互有所需了。我觉得大陆目前为止已经非常了解美国的态度了。那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并不十分了解因为的话呢，美国对中国态度并不十分了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霸权久了以后呢，他看事情呢，就是想法上来讲会觉得说，我要你做的什么事情的话是给你面子，然后比如说要买美债，美债现在的话基本上在发行的过程当中。
在整个购买上来讲的话呢，所以耶伦本身会是希望中国在这边的调配上来讲是能够达到一步的协议。那另外当然呢，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呢，贸易这个问题也是希望美国能够取消关税，这个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跟美国之间呢，他们彼此都有意愿接触，但是呢，双方呢就是有一些很多新仇旧恨就没办法摆平。那在这种问题上呢，对于大陆来讲呢，是希望呢接受美国的想法，沟通总是比较好的。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对于大陆来讲的话呢，美国本身要做出点动作，最近就有动作，那个气球就承认是乌龙一场啊，这个动作就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耶伦到中国是有机会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法国的暴动也不断的加剧。昨天第5天的晚上啊，预估有这个719人是被捕那看到马赛夜间这个警民冲突是非常的激烈所以法国的内政部就讲说，大概就是一个晚上就是有719人，然后前一天呢有1300多人所以像看起来2天下来就已经逮捕了2000多人。那所以现在这个状况还持续在延烧当中他们有大概45名的远警宪兵受伤，还有577辆的交通工具是被焚烧，甚至有74栋的这个建筑物遭到放火，在街道还有一些公共的空间发生了大概800多起的纵火事件所以我们都有看到很多相关的，比方说整排的公车被烧到只剩下骨干，或者是说所有的店面这样零元购，这状况真的是很难想象说这是我们过去看到那样子一个时尚之都的这个法国巴黎那所以我们看到连这个市长的住家都遭到暴民开车冲撞，甚至纵火，他的妻儿都因此受伤了。所以看到现在这个法国看起来这个非裔少年就是这整起事件的这个起头，他的这个外婆现在也是呼吁，希望能够赶紧恢复平静他就说不要作为一个搞破坏的借口他们希望这个社会赶快恢复平静。那另外呢，欧盟的领导人现在这个俄罗斯也非常担忧，说这个欧盟领导人确定这个法国的这个核武库是不是安全呢？应该是要赶快是不是确认一下这个相对应的一个稳定性法治的体制的稳定性，还有这个目前核武的这个状况到底是如何呢？因为我们看现在马克宏整体来说，等于是已经遇到他非常大的一个政治危机本来是要去到德国访问在7月2号的时候，但是他就是临时推迟了这样的一个访问行程。那原本这个行程是23年来首次有法国的总统去到德国进行国事访问。那当然德国也能够理解这样的状况啦，所以德国的总统发言人就讲说虽然对于取消是遗憾，但是能够理解现在法国面对到的这个严峻的状况。那德国的媒体也转述了说，肖兹也持续在关注法国这个骚乱的局势，但是他说他是表达对于马克宏这个处理是有信心的，希望这个暴动赶紧结束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黄背心的运动就已经被誉为说是法国国内最严重的危机可是这一次这个危机看起来又更加的升温了。所以对于马克宏来说，可能接下来也会付出非常沉重的这个社会经济甚至是内政上面的代价。那我们看看这个普罗旺斯商会的会长就讲说，这个初估损害可能要超过1亿欧元，而且还在继续增加当中，因为这个暴乱都还没有平息甚至连 Twitter 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关键字“法国陷落”这样 hashtag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移民政策变成了大家讨论的一个主要的焦点，是因为移民造成了这样的事情吗？那你看这个美国的媒体现在开始大肆在报道这一个法国暴乱的事情那还被这个一些中国大陆的媒体讲说，你美国媒体还掺杂你自己的小心思吗？因为美国媒体他们说正富饶兴趣的在关注这个法国的局势甚至连 AP 在讲说，这是在于种族主义跟这个
警察暴力的斗争的问题上面啊，原来美国并不孤独啊，不是只有我们美国这样子，法国也是如此。那中国大陆甚至在网络上面、社群平台里面，大家在讨论说，哎，怎么感觉有一点阴谋论呢？就说其实结合马克宏之前的种种表现哦，跟中国大陆又签了大单，而且又呼吁欧洲要发展自己的防空系统，还说欧洲不要随着美国起舞，甚至呢还想要去到这个金砖会议哦。他说这样子法国的暴动到底背后有没有美国在搞鬼呢？就是现在大陆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声音哦。那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暴乱困住马克宏，让马克宏不能再跟美国唱反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猜测。那美国当然现在趁着这个机会，也不知道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也许是原本就预定好，现在拜登也要去到欧洲了。他7月5号的时候要跟瑞典的总理见面，也是要讨论这个北约的相关议题哦，就是瑞典的加入。还有呢，除了去瑞典之外，英国、立陶宛、芬兰，他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访问哦。那中国大陆这边其实同时之间也派出了这个军事访问团去到了英法。美国媒体讲说，北京也有意要疏远美国，所以看出来中美都在欧洲这边也在进行外交的一个角力战呐。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事情有点复杂啦，我觉得是他们事实上都已经不知道第2代、第3代了，因为我看都是17岁以下啊。那就是他认为我明明就是在法国出生，可是却因为我的宗教、我的种族，我迟迟没有办法融入主流社会。所以本来这个相对剥夺感就很重了啦。那就因为这个事件嘛，因为那个法国的法律允许那个警察对开枪嘛，就打死了那个阿尔及利亚那个移民嘛啊，所以拿黑，他叫拿黑，拿黑了，对了啊。这个，那我觉得也黄背心运动也借这个机会也有重返了，就是阶级问题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那个法国的右翼政党它的势力的壮大也有关系，就是因为那个勒邦啊，那个玛丽勒邦，事实上这个运动我认为如果扩及比利时啦、德国啦，大概都会促成欧洲右翼政党的壮大，因为他们一定会把那个反移民排外又重新变成那个竞选的主题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主题啊。不过美国也不要高兴太早我跟你讲，右翼越壮大同时也有另外一个议题叫反美这两个议题实际上会同时出现可是马克宏现在就很麻烦了，因为这个让我想起那个1992年美国不是有一个黑人在洛杉矶被警察霸凌嘛，然后引起暴动不过洛杉矶那时候只有5天5天就国民兵就把他压下来了，可是5天就死了100多人，那很大的暴动。Ronnie 对，这个 Ronnie King， 那很有名的一个事件。记得。我认为法国这个比洛杉矶那个严重的多，严重的多，因为它有扯到宗教的歧视、种族的歧视，然后这个主流社会不能够让第2代、第3代移民融入，所以问题复杂很多啦。而且黄背心上次好像搞了1年多，可那个是不一样。就法国这个社会一旦有这种抗议的运动，就常常会有走极端然后持久不容易平息这个状态。我觉得马克宏不要把这个当作小事这是很大的事情。好，赖老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暴动被逮捕的他们都是年轻人、未成年少年比重很高那刚好这段时间就是他们中学、大学在放暑假，所以都没有在校园内如果说在过去有学校有开学的话，那这些学生在校园内，学校还可以控制管制一些人，那参与的人数就会减少。现在都在放暑假，那这个学生走上街头的这种拘束力就少了。再加上绝大部分是未成年少年，18岁以下比较多。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法国来讲，他现在要责成他的家长，要把孩子管制好、控制好，不然的话，家长也要连带受惩罚了也就是说，有的是要罚巨额的罚金，因为他是监护人，要不就是要受牢狱之灾了这样的一个情形要控制。法国的这个移民的问题我们刚虽然谈到说是有的是第2代，有的是第3代，
但是这个最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们当初法国当初少子化的时候他们为了要解决他们劳动力的问题，其实这个台湾也要思考这些问题为了要解决劳动力的问题，然后就把他们的过去的移民地区法语地区，尤其是北非跟这个西非这些地区法语的这个地方的人，所以你刚刚谈到阿尔及利亚人那他们就大量的就移民到了法国去。然后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在萨科齐总统的时候，他追随美国去攻打利比亚的时候，制造了很多的难民。所以利比亚的内战里面很多难民，因此当时欧洲很多就要求英国、美国跟法国要负起主要责任来。法国也接收了一批难民，但美国拒绝接收。为什么？因为美国拒绝接收只象征性，还有英国也拒绝接收，他们只接收一些象征性，因为美国跟英国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穆斯林。他们就是不让他们进入他们的社会里面，所以推来推去，就后来大部分是被法国接收。那各位想想看，这些大量的穆斯林进入了法国社会，法国当初最早的时候接待这些劳工移民的时候，他们认为法兰西文化可以吸收消化这些人，他们认为我们的文化是比较优势的，可以消化，结果没有成功，失败，彻底失败。这些移民者移到法国去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是住在这个郊区，法国北部的郊区跟南部的一些郊区，而且那些郊区当初盖了很多廉租房，所以他们就住进去。住进去以后，原本当地的法国人后来受不了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一进来，他们就离开了，然后接着慢慢的他们就掌控了整个区。那这些郊区目前来讲，非穆斯林的人口只剩下17%，包括一些白人，只剩下17%，所以他们绝大部分就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北部郊区的这一些社区，穆斯林占有80%多。因此他们建立自己的宗教系统，建立自己的金融系统，建立自己的社区管理，警察跟政府的力量进不去了。然后他们的犯罪率也丢在里面，跟宗教各个方面都交织在一起。各位想想。完全没有融入法兰西文化的这些第2代、第3代移民，他们在里面寻找到感情、精神上的慰藉，而同时由于在教育方面的不够好，那这个时候就爆发了。所以早就知道会爆发导火线，目前它已经开始在蔓延，蔓延到瑞士的也是都是年轻人，蔓延到比利时。现在对德国也担心了，因为德国也有很多外来移民，而他们很多外来移民第2代还是不会使用德语。好，苑老师，我这个看法上来讲就是每次讲到这个消息因为比利时跟法国非常像非常像，因为语言各方面的话呢也都几乎都是一样的了。但是我觉得呢，这里头呢宗教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让大家会想，因为其实巴黎13区的话呢，全部都是华人族多嘛。我相信这个赖老师很清楚，没事都是做生意开餐厅那这个巴黎的话呢，也有很大的这个犹太区比利时的犹太区更大那么基本上的话呢，也没有特别多的事就你有你的宗教，所以说你要强调说是这个阿拉伯的这个社区当中就是一个是受教育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出生率还有一个的话呢，对于这个社会感觉上很明显，因为我在80年代在欧洲读书的时候，那个整个比利时就那个 social unrest， 就是在北站那一带的话呢，整个区域当中，没错了，就像赖老师讲的了，就是80%以上都是阿拉伯人了，全部都是我一个加拿大的好朋友他都教我讲2句阿拉伯话 ，Salam alaikum，Alaikum salam， 这个基本上一到了那边都是 salam， 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你就知道那边的比例之高就是说产生这种现象。但是呢，这一次情况有3件事情是非常独特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暑假的缘故第一件事情的话呢，未成年人居多，未成年人居多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是借故闹事，因为知道那个法国跟比利时对于这个人权是很注重的，你只要是未成年，顶多就是挨顿骂，打都不会打就回家了就是说不被抓到的人平均年龄17岁。然后第2件事情的话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胆子特别大的要命，到处乱放火，图书馆也烧，枪店也抢，这个胆子大到简直就是不可理解的地步这一点是真的让我非常费解，因为我觉得这些阿拉伯人又想待在欧洲，又讨厌欧洲，我自己都有这个朋友，他们就强调这种观念。
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岳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蔡政府是不是都在撒钱，然后呢让这些鹰派来台湾呢？前阵子这个英国的前首相特拉斯来到了台湾，现在被揭露出来说，原来是我们的远景基金会花了350万元的台币买单的啊。因为英国最近公布了国会议员的额外收入，其中就载明了这个特拉斯访台演讲，还有访台期间的一些交通住宿都是远景基金会跟外交部买的单啊，那总金额高达了350万新台币那就大家就想说原来花了这么多钱去请了一个只当45天首相的这个特拉斯来台湾挺台湾。那外交部的回应是说这是很普遍的做法这是演讲公司跟主办单位签约的方式确定各项安排也都有惯例可循问题是说这个人值得花这样的钱，值得让他这样子来一趟，然后我们人民纳税钱这样子花出去350万元吗？那我们看看这个绿营的委员讲说台湾这个是很有荣幸能够请得到这个英国的前首相来台，这样300多万便宜啦。他不是这样讲，他说尚可接受，就是感觉说这很划算。可是冷眼级联合报这样讲，他讲说这根本就是大外宣过了头嘛，花钱换风险因为特别特拉斯的立场非常的偏激他是这个鹰派，而且是这个反中的这个大旗是他最鲜明的色彩那他现在已经不能作为英国的官方立场的参考，也未必对于实质外交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政府花了数百万元，却带来一个极大的风险，而且每次都是这个远景基金会你看到这一次是这个特拉斯嘛，之前还有安倍晋三还有川普政府里面的反中大将庞佩奥，以及就说要炸台积电，甚至叫我们拿 AK 的这个欧布莱恩嘛，就是这些通通都是远景基金会请来的那这个远景基金会拿着立委无法监督的机密预算到处邀请这些鹰派的一些这些政治人物来台演讲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跟目的那再来我们看看我们的汉光就是现在实兵将要启动，在这个巴黎这边要各类的部署，说要阻敌方深入我们的射击攻势包含了像是沙滩挖战壕市区堆沙包那所以这些计划在巴黎的市区来进行，那伪装成良好的街头射击攻势来兴挖示范这些战壕。那针对台北港的一些防卫作业，滩头一线由志愿役来主战部队接战，那滩头2线巴黎至林口到林口这个地方火力发电厂就是由步兵109旅后备军人来防守，进入到市区的城镇后则是由这个新北的后备旅来接应那我们看到这个台湾这个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讲说中国大陆现在没有办法接受现状所以台海终须一战的他说等到中国大陆觉得有胜算的时候就会发动战争。那赖清德的讲法是说这个义务役的军人是不会去前往海陆空前线的战场，感觉上面好像也有一点点矛盾因为到时候台湾全面都变成了战场，全面如果会发动战争的话是无可避免，每个人可能都会全民皆兵的。那还另外一个今天登上了头版消息的这个事情就说我们的国造潜舰现在要下水了。预定在9月份的时候要举行下水典礼，结果呢是一个封壳，用一个封壳，而且呢不是真的下水，它是在水泥地的厂房里面进行这一个所谓的下水仪式所以这个非常熟悉潜舰的一个退将讲说，这真的会笑死人这怎么会是在水泥厂房里面进行下水仪式那而且封壳之后还需要1年时间做系统测试，才会真正的到水里头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仪式，难道不怕国际看笑话吗？那这个绿营的委员又是刘世芳又跳出来讲，他就说这是国际惯例举行的下水模式不应该用影射的方式诋毁或是酸言酸语。那再来看看美军是不是自顾不暇中国大陆的2栖攻击舰广西舰突破第1岛链，进入到了西太平洋的海域环球时报讲说，这可能是预定好的演习，也包含了对于台独分裂分子企图打压中国大陆发展
展的一些外部势力可以给予意见，可以视为是一种警告啦。那俄罗斯的这个军舰哦，也在6月底的时候行经台湾的外海，也非常罕见，它这个航行图曝光出来哦，这个6月底2艘俄罗斯的护卫舰哦，行经了宜兰的外海这边哦，那由日本的防卫省来公布出这样的一个路线。这2艘呢是在6月27号出现在日本的与那国岛和台湾的本岛之间哦，并且在石垣岛附近的海域徘徊了3天左右。在6月30号的时候呢，就从这个太平洋一侧，然后北上进入到了东海。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大陆或者是俄罗斯的这些军舰哦，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动作。所以这看起来真的是的确挺紧张的哦。那我们看看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学院的院长王凡，他就讲说，现在美国在实施台海战争的一个边缘政策，因为台海的问题上，美国不是真正的付诸军事，而是采取战争边缘政策，为了使台海的问题成为困扰，那这样的一个困扰就会阻挠这个中国大陆的发展哦，所以这才是美国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台湾就像棋子一样被摆到了前头哦，战争的前缘。我们来问一下亮哥的看法。因为9月那个真的不是下水嘛，那是封壳嘛。那你为什么要叫下水典礼呢？因为封壳之后还要有1年来做各种测试，那确定没问题。封壳就是把它封装起来嘛，那之后大概1年之后才会真正下水。所以主要是因为你叫做下水典礼才引起争议嘛。他如果叫封壳典礼就没事。就不好听嘛，不好听。事实上，它并不是在船坞里面有水的地方在，你怎么叫下水呢？没有看到水还叫下水，对不对？哪有人这样嘛，对不对？那我喝汤可以随便叫下水汤吗？对不对？里面是有内脏，又没有下水料，对不对？对，我只是举例啦，就明明就是封壳典礼，我们不是说封壳不重要，封壳也很重要。那只是他不是下水嘛，所以人家只是那个将领也不是在笑你，人家只是说你要说清楚这样而已啦。事实上，你看那个巴黎那个地方，在市区堆沙包沙滩挖帐好，这个大概几个月前我们就在淡水看到了，我们那个时候就跟你讲说，义务役延长，你就有可能去做这件事，这个就是叫做滩头阻敌嘛，就阻止敌军前进嘛。那你赖清德还在讲说，保证你不会上前线。对，义务役是人形沙包，也不是人形沙包，他是要挖壕沟，他要躲在里面瞄准对手啦。那事实上做的事情就是一样的嘛。他这里也讲啊，说这个汉光这个，他现在是就基本上他说这是后备队啊，后备队就要做这件事啊。那你义务役延长，事实上做海岸守备队也是做同样的事啊。这个怎么不是前线呢？所以我是觉得有些事情情势严峻，我觉得李喜明讲的很实在啊。他说，当解放军有胜算之后，那最近那个兰德公司不是在讲嘛，说习近平就是要求2027年要做好备战准备。那当然，习近平不是说2027就要打台湾了，不是啦。就是客观条件备足了，有胜算啊。那李喜明就说有胜算了，他可能就会真的打啊。那到时候真的打，可能就是没有前线后线之分嘛。对，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认知的情况就是这么严峻，你就要讲实话了。因为民进党执政下去，那两岸要和谈的几率几乎是0嘛。对。那你必然要面对硬碰硬的情况嘛，那就是这么严峻，你就要该讲实话嘛，这样人家才会知道说你延长1年到底是要大家要碰到什么状况。那你现在又要听美国的话那个义务役延1年呐，警察也要去60%要去受那个城镇战的训练呐，那甚至主张 AK-47花到每一家每一户的。那个欧布莱恩，你还给他大受景星勋章啦，你各种姿态都做足了，然后现在又来跟人家讲说，你不会上前线了，这个就太假了吧，太假了啦，哪有人这样搞的，对不对？我觉得坦白说了，我们看到美国跟英国为什么美国跟英国能成为世界帝国啊？因为他的政治精英都是玩真的啦，
比如说美国现在在打压中国大陆是真的啊，真的在打压啊。美国的政治精英很多人都是军人出身的，人家是玩真的嘛，就你不要用骗的嘛，就你既然那么勇敢，对不对？勇敢的赖清德，那就勇敢一点嘛，对不对？勇敢到底，就勇敢一点嘛。你明明就是主张要备战才能够避战，这是你的政见呢。那备战就是玩真的嘛，就是我们认为要这样才足以嚇阻对方嘛。昨天赵天麟讲的更离奇了，让他出不了港，出不了海，在美国演讲啊，我昨天看到我都快要吓呆了啊，连美国都不敢说要让解放军出不了港，人家都出第一岛链了，你主张要让人家出不了港啊？你是火星是不是？你是比美国还要强大，是火星部队吗？真是吓死人了！怎么会有这样的立委啊？我说民进党如果要主张这一些有的没的啊，要证明你最勇敢，那就讲出一些符合军事专业的一些语言嘛，而且自己要表现出类似军人的勇敢，这样才行。所以是不是都在玩文字游戏啊？前线不见得是前线，下水不见得是下水，所以看起来好像都是他可能都有另外的一个解释方式。所以不分区应该拨出2席，让职业军人来担任。这样不是更有那个 feel 吗？职业军人担任不分区。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一个消息是说现在美国他们自己连这个募兵的危机都浮现连这个军人家庭都劝自己孩子不要去从军这个是华盛顿这个邮报的报道，他说现在目前看起来越来越难招募到新兵以陆军而言，他去年招募的新兵的目标这个比起最后的结果是少了，这个目标是高出结果大概25%，就有落差25%啦。那现在今年可能也会再少23%然后大概有80%的新兵是来自军人家庭，然后现在连很多的军人家庭都希望子女不要去当兵了。那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自己也自顾不暇了呀。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苑老师问我好这个是因为我以为你一直谈到当兵的事情啊。好，那个我这边的话呢，主要是讲评那个特拉斯啊。我在这边问一下不晓得有没有人在 YouTube 上面看过特拉斯演讲内容啊？我倒是看过，因为我就觉得说民脂民膏花300多万呢，邀请他来听看他内容，我听不到5分钟，我听不下去，实在听不下去，了然无新意啊！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强调，就是说这个就是反中啊，而且里面最重要的话就是他批评就是1979年的美国建交的，他还用了嘲笑的口吻笑了一下尼克森的。这个我一听的话就觉得说，因为特拉斯这个人原来就是个草包他连地图都不会看就当了外交部长，闹的笑话很多，所以说他今天受到台湾这个300多万邀请，因为这个远景基金会就在我们系旁边呢就离我们系不远的，对所以说呢，他们基本上邀请这些人物都是非常奇特他们邀请的人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要鼓励台湾打仗的人。就这些人的话呢，我觉得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蔡英文一方面讲战争不是个选项，另外一方面的话呢，邀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要鼓励我们打仗。其实刚刚这个亮哥还没有提到那个 John Bolton 的那个波顿，他妈的更可怕他说什么软弱就是一种挑衅那最有意思就是说是我们应该拿着枪对天乱喊乱打这样的话呢才是一种强悍的表现这个我基本上我都不愿意讲评，因为实际上这种以战争为诉求的人这是非理性的。我是哲学老师嘛，当然是以理性为主嘛，所以在这边的话呢，那个赖清德呢这一阵子他讲了很多话，就是为了选举了，为了要当选又是什么私立大学啦，1年补助7万又是高中生免费啦。那现在讲说是什么义务役的军人不会上战场这个没有人会在事前讲这种话，这一定跳票的话，就基本上你看那个样子还有我这边强调一下，就是那个刘世芳跟那个退将，针对于那个封壳还有下水到底是，就是我觉得亮哥讲得非常好，就是国民党里面还有吴思怀，就是当不分区的立委，人家当过中将。你现在搞得刘世芳跟这个呛虾退将缠到这个潜水艇的事情，这真的是一个超级大悲哀，你知道？
你要了解，人家军人本身受到了很多的专业的训练，全世界很少有军人在台湾这么窝囊的啦。我跟你讲良心话了，你因为什么呢？你去看看以色列，他们的总理绝大多数都是将军出身的，就那美国更不要讲了。但基本上的话，因为那个什么，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他们对于那个美国的推荐，他自己就是军校毕业的嘛，所以说呢，这个整个的内容当中，刘世芳还讲着这种事情，因为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你这个不乱讲，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要把这事情讲清楚。你对于国防的第一线都搞不清楚，还要大家去打仗，你说良心话，你到底是居心何在啊？对不对？另外的话呢，这个中国外交学院这个王凡他说了一句真实的话。就是美国现在的做法是要充分运用台湾这颗棋子，造成大陆发展停滞的策略这点。好，赖老师，封壳就是封壳了，下水就是下水啊。那民进党非常的崇拜日本，那你看看日本的潜舰下水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下水嘛，绝对不是在干的船坞里面做封壳。我想，为什么民进党他不敢举日本为例？就是因为日本的下水就是下水，一定有水，那就是整个潜舰从船坞拉到这个岸边，然后在港口那边放下来，然后就下去了，看有没有沉下去。我们这叫干泳。对，我们就是在那个旱地旱鸭子游泳啊。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其实，然后为什么要讲说什么潜舰制造筚路蓝缕？这叫什么？诉诸民粹。原因在哪里？没有自信。原因在哪里？好大喜功，想讨好这个蔡英文，因为蔡英文马上要卸任了。可是在他卸任之前，我们的潜舰无法下水，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也知道，军方也知道，都无法下水，因此搞了一个封壳，名称为下水，干下水，干下水，这厉害。这叫什么？泪下水，泪下水，这个叫做巴结逢迎讨陈峰的喜欢。一个军队的高阶的将领，如果只会巴结逢迎讨陈峰的喜欢，保住自己的官位，或者是让自己的官能够再上升一级，这种军队绝对不能打仗。坦白说，如果蔡英文来了，我说水嘞，水嘞，然后就在下面没有投影一些海浪，他就一定会投影，然后用绿色的棚，就是说光雕秀他们最会他的整个干船坞里面会搭绿色的背景，然后再用这个摄影机一板的时候 key 板 key 进去。没有，他们喜欢那个光雕投影，对，然后就把高雄市府很爱来是，所以这样子情形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第一个没自信，第二个。然后去讨好巴结，这种军队真的不能打。然后到最后没办法被人家抖出来了以后，颜面很难看，然后就开始诉诸民粹，说：“哎呀，我们造这个潜舰很辛苦的，你们不应该攻击我、批评我啊！”这个就是诉诸民粹，很可怜。壕沟战啊，跟观众朋友报告，壕沟战是我们在战争战场过程中最惨烈、最残忍、最激烈、最可怕的一个战。因为在一个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进行搏杀，不但是手榴弹丢、枪扫射，其实到近距离的时候，刺刀捅，然后用徒手都要把对方打死。我觉得台湾一直在鼓吹这个壕沟战，他没有告诉我们的年轻人壕沟战的可怕性，壕沟战的残忍性。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子要打到壕沟战，那赖清德，你已经承诺了，我们的义务役的兵不用上战场，你就必须要告诉我们，一旦两军交战，义务役的兵自动解甲归田，卸甲归田，回家跟家人在一起，不要再去打壕沟战，这一点你要做到。